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大家晚，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银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好，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整个礼拜里面，国内政坛所关心的一些事情？你关心了美国到底川普任命了哪一些人？对，我们的两岸之间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你关心到，尤其国内来讲啊，最重要一个好，清华城这个案子，一整个礼拜到目前为止，跟柯文哲主席有关系的是，礼拜一好，他放弃了抗告，同时他剃发。OK， 那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决定要把头发？不管你说他叫你一个大光头、三分头或什么，那个画面看起来就像是个光头的感觉。OK， 为什么在那个节骨眼到礼拜二周刊爆出来以后，包括曲美凤直接指控他有没有性骚扰这件事情，对整个国内政坛，尤其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到底会出现哪一些的影响？那今天媒体在继续有其他一些讯息出来，北检跟北院申请除了扣金华城的土地。包括木可的钱扣了将近快4000万，为什么呢？说是不是有政治现金被非法侵占的一些事情？难道北检有掌握什么吗？真的查到了这一块吗？那一笔的账，对，连民众党当初查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那是一笔烂账，而这个账，那又在这里头跟柯文哲主席会有任何一些关系吗？不过一开始，如果先看到这个礼拜到目前的发展，小雨是第一个。你是在场唯一的女性 ，OK。第二个，你长期跑柯文哲，OK。所以好，第一个。你自己判断柯文哲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礼拜一，他放弃抗告的同时，他剃了头发，你觉得有任何一些含义在里面吗？另外，你平常采访柯文哲的时候，曲美凤他这次提出来的指控，照目前为止，包括他提出的指控，然后宣传也说对他在场，类似这些，你自己觉得他到底可信度有多少？好，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了哈，就说柯文哲哈，我跑他那么久，我真的很不客气的讲啊，他其实真的蛮不尊重女性的。对，你自己看到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譬如说，我那时候我跑他，我怀孕嘛，我生完了，我生完跑他了哈，然后我回来再复出，再继续。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胖？你怎么都没瘦？”不是啊。那后来我旁边的那个同业都说：“他说他刚生完这样子啊，对啊，不是？那你没有关心说哦，你生男的生女的，就恭喜你哦。他没有他连恭喜都没有他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胖啊？我想说，我才考3个月，我做完月子刚出来，这个我就觉得说好，我当下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旁边我当下是有点愣住，但是我旁边的同业都全部在帮我抱不平。当然了。所以那你更不用讲他过往的一些言行嘛，这个就不胜枚举，就不用再讲。所以就是说他不尊重女性，应该是我认为是在媒体心里啊，对他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大家对他的评论没有错了。Okay. 那你说回到曲美凤这件事就他不尊重女性是一回事，但是他有大胆到说去摸人家手。是啊，我凭良心讲，你要问我是觉得会有点匪夷所思啦因为我们跟他的互动当然我们都大庭广众之下啦，我也没有看过，说实在我真的没有看过他对哪个女记者，譬如说毛手毛脚。你说当然就是包括戴相仪自己都出来包括他对戴相仪品头论足这种是有的，他很注重人家身材，这是真的。好，那你说摸手这件事情，我个人当然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那就算不是大庭广众，那也是开会不止一个2个，是。那好歹如果照他们自己那个现场图看出来的话，大概现场应该有6位左右嘛，对不对？对，6位，3者为重，那基本上。如果有这样的事，还是匪夷所思啊。是，好，重点就来了重点就是说，今天曲美凤她出来，重点她有带一个证人嘛，宣长友嘛，对不对？那当然很多朋友会讲说那引领的奏会他老板嘎吉郎那他们2个是不是都说好这样子出来？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平常在场就6个人嘛，那人家曲美凤今天有证人，好，那另外一个是说他自己的员工，那你柯文哲你这边也是3个人你柯文哲你现在在看守所里面，那橘子远在海外，要是我是民众党，我第一个危机处理，我就去找另外这一个人到底是谁？是啊，对，谁？那是谁啊？谁啊？对啊，是民众党。好像那个人
连民众党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不是，这不一定可能，查得到嘛这一定不可能，对，才2年，才2年，对，而且后来徐府有说这件事情他有交接嘛，因为曲美凤后来，因为他就是跟民众党谈一个合作案子啦，对，那这个徐府后来有交接嘛，那你更应该会知道说这个到底当初是谁，这不难查，不难查。那我就觉得说现在民众党你铺天盖地哦，用很多的侧翼馆长啦哈，都会做什么4格图就去嘲笑人家那个年龄啦，我觉得你做那么多干嘛？你做那么多都没有办法去掩盖说哦，你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最简单的就是找当时你民众党这第3个人到底是谁，叫他出来讲，有或是没有，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出来打曲美凤的脸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我不懂，民众党为什么到现在不做好？除非我现在合理的怀疑，如果民众党到现在都举不出这第3个人来，那我就认为说，那就是那你民众党就是你默认了，甚至这第3个人就跟你讲说，真的有那所以那你民众党真的就只能摸摸鼻子。我讲，如果要是真的要发声的管道的话，有好几个。第一个，那个第3人，对啊，把他给找出来。是啊，因为这不是在拍那种悬疑电影，就突然有一个人，但是大家就是找不到到底有没有。这不是在拍那个什么旭日东升以前的那个有名的一些电影，你看到的画面都不知道那个画面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一定要找到那个人。没有啊，确实就有一个人，到底是谁？对，你说徐副长他有交接嘛？对啊，就一定要找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管道。另外一个发声的管道其实是最容易，但是也是最难的，就是橘子。因为橘子只要说没有他在场，从头到尾都没有摸过手或什么什么这些事，但很遗憾，因为橘子从名字出现江湖以来到现在，没有人听过他的声音，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还有一个发声的管道，其实柯文哲现在是可以绿箭，对，这件事情不涉及到金华城案的侦查不公开。那绿箭的时候，律师如果要跟他讲说，那曲美凤他说你在那个哪一天的会议，然后呢这件事你有没有要对外界发表任何一些，因为这不涉及到任何金华城的案子，所以我听说他还有一个发声管道，就是柯文哲自己可以透过律师对外面讲子虚乌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对啊，我就觉得说他有很多种方法嘛，哈，那可能现在橘子真的要跑到万纳度，这个可能，因为他现在不仅涉及到钱的问题，还涉及到阿北名誉的问题。对啊。好，那回过头来，你讲说柯文哲在这个时间剃发，当然最近有人讲说那一定为了曲美凤然后自清，可是看起来时间点就不是嘛，因为曲美凤爆发的是礼拜2周刊嘛，包括他本人出来，可是柯文哲剃发是礼拜1的事情，所以显见柯文哲这个剃发跟曲美凤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你要问我的话啦哈，我会觉得说比较呼应陈佩琪在10年前他刊登的这篇脸书。好，陈佩琪在10年前201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柯文哲45岁，他那时候就已经有讲过，我记得他是上那个胡忠信那个有一个那个就是上胡忠信的那个节目啦，胡忠信就问他2件事嘛，你有没有收钱，你有没有剃发嘛？那柯文哲说他没有收过红包，然后剃发他就有讲说他有剃发，那个陈佩琪就有呼应嘛，他这边就直接讲说，哎呀，有某名嘴在电视上讲说我先生曾经剃过光头，然后说这一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个我是有点存疑啦。他到底有没有剃过光头？有啊，他45岁，他书里都有写啊。那为什么陈佩琪没有印象？对，我也觉得蛮奇怪，你不是枕边人吗？对，而且剃光头会长要好一阵子，是头发才会长起来。是，所以而且柯文哲真的有把这一段写到书里面，我待会再来讲。然后，但是他就说他到底是自己而且他还问了常跟他碰面的亲朋好友，没人有印象。不过他自己倒是承认了，那是他看尽人生的生死无常了哈。那最后他有讲了哈，他说他不相信名嘴要讨论他造型俊帅与否啦哈。那选战打到这种等级很可悲，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在影射他啦。说他剃光头是有涉及到一个绯闻，跟女记者的绯闻，所以他剃光头要跟陈佩琪谢罪了哈。那但是陈佩琪最后有讲嘛，男人干的坏事不外乎钱跟女人。10年后，好啦，10年后好像在柯文哲。好，那我先讲说柯文哲剃光头为什么我会觉得跟这篇文章有所呼应因为柯文哲讲过，他45岁的时候，他觉得说他的人生大家看似他光鲜亮丽，五子登科，医学院，然后老婆孩子都有了但是他觉得说，包括他读大学都是他爸爸帮他填的医学院，然后老婆是他妈妈帮他挑的，连要生几个孩子都是陈佩琪决定的，所以。而且我觉得他最让他无奈的是说，他后来就是很想出家，看尽他想要出家，他爸爸还跟他讲说，你要出家没关系，你那个庙我帮你出钱盖座庙。天哪，有人要出家，爸爸还要
掌控他，连庙盖在哪里，他爸都要出钱。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他来讲就铁索横江嘛，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连要出铁索横江都来了，没有，你连要出家还要在他爸爸指定的庙盖庙。对啊，当然他就很无奈，所以最后就是个剃头名，就是有点剃头表达他的心态嘛。那现在对他来讲，他可能觉得说他在这个看守所里面，很多话语权都不在他身上，都取在林贡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心情跟他10年前的心情，我认为是说他剃头除了那种无声的抗议之外，有点在表述他心情的无奈。OK， 然后你自己的判断，觉得那个剃头是某种程度有对支持者的一个召唤的感觉吗？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发生群美凤这件事情，这一定是雪上加霜，不只是司法的判定到底要等多久，现在这件事情没得等司法判定那么久了，对柯文哲眼下就会造成影响了。我从监所实务来讲，对，杨明不是进去过，因为他是当替代役的时候是在北所，对，每次都要讲一次。昨天看到这个剃光头的这个画面哦，第一个就是柯文哲他知道这个画面会引起讨论。第一个就是柯文哲，他知道这个画面会引起讨论，对，这个他绝对知道。好，那他的动机啊，就我一开始我研判，因为我自己在里面待过，我必须说，你讲清楚一点。对，我刚刚小武哥有讲，我在里面服务过，对，服役，好，服役。那第一个，被告是监所不会强制理法，对，好，这第一个。过去有曾经那个邱毅人，大家还记得的话，邱毅人当初他因为被收押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理了平头被拍到哦，然后呢，这个大家就质疑说，他那这个室内部的那个发型，对，哦，怎么不见了？哦，招牌发型不见了。好，所以这种都会引起这个媒体的关注啦。那监所的实务里面是这样，被告如果他要求的时候，他愿意，他的意愿是最重要的。那当然从8月30号他被收锁那一天，如果大家还记得。柯文哲在被搜索前几天有去理头发，对，对，然后呢，他这个到11月初，目前2个多月了，就是如果以这一次来讲，对，没有理头发，中间是没有办法，他没有机会去做他的发型的处理啦，对，所以呢，他有这个头发，第一个长长了嘛，那男生长长通常到了季节，尤其你知道那个邱毅人理头发刚好也是10月份，都要在10月吗？为什么？我讲解一下这个实务里面，人家会说奇怪，不是天气冷应该头发留长一点嘛，保暖嘛。对啊。可是，在监所有个问题，你洗了头，你毛巾擦一擦，它不会完全干。然后呢，你就跑去睡觉，你没有办法拿吹风机吹。对。所以呢，容易感冒。这个有一个我必须讲，这个是实务面的。所以监所在都进入冬季的时候，如果你不理头发，他会问你说：“你真的不理吗？”你这样的话很容易感冒，会有这样的，因为当初邱毅人的那时候北所就是用这个理由，劝他理，对，然后他愿意了，他把室内谱给改掉了，对，所以我说这一次，当然他们北所的说法是柯文哲主动提出啦，主动提出，那不管怎么样，他也许也有这个考量，因为你知道他现在就很方便啦，那个水泼一泼，毛巾一擦干了，对，马上干了，就没有，就是很简单，很方便。这要长期抗战。对，那第二个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北所是说他的室友帮他理头发，那一般在监所不能带剪刀进去啦，当然，一定是用电动推。那一般的受刑人是杂役。就是受刑人里面遴选比较这个什么素刑比较 OK 的或者是说他没有那个叫累犯就是初犯的，让他们来做公差啦所以会每个月定期由杂役负责这个职务。可是柯文哲不能由杂役来处理，为什么？因为这些杂役他们平常还要负责什么？送餐，就是像那个分这个每天这个午餐晚餐，他要去分菜。那他就可以到各个舍房去，有可能可以传递讯息。所以我说这一点，其实北所他说让他的室友，因为他是每天相处，对，那个电动推不需要技术啊，那个就是对，就直接把它推，对，所以推出来，你看那个感觉起来也不是推得很好啦，所以就感觉得出来，柯文哲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技术的这个你要说光头也好，3分头也罢，他就是一个把它推完。那我们在政治上谈这种剃光头过去最常见的。都是什么选前之夜，对，不然就是抗争、抗议的时候，表达一种决心，是我要剃头，对，像过去很有名的那个郑余正，那个当初他天上掉下来，对，他要再选立委，他就剃光头嘛，然后包括像廖本燕，他当初要选，他也剃光头，甚至有女性像侯彩凤，
当初国民党的他也在选前他也剃光头哦，对，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在政坛比较常都是为了要表达一个我要胜选的决心或什么，它一定有一个政治意义。是，所以对柯文哲来讲，现在外界的解读，不管是什么抗议哦，有的说什么忏悔哦，或者说怎么样的，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意义。但是当我们大家都在讨论的时候，柯文哲的目的就达成了。好。如果大家都在讨论，可是你不可能不讨论，因为那个时间点是在他放弃抗告那一天，对，然后就是他抗告的最后一天吧，那就出来跟你讲说他不抗告了，然后同时，他落了法，刚才明显突然冒了一句出来，这叫长期抗战，你觉得这叫长期抗战？最近不是在打12强棒球吗？对啊，所以裁判恭喜老爷贺启夫人昨天赢了韩国，对，我准备发鸡排了。妈妈教练不是要下赛吗？讯号吗？盗垒啊，然后打带跑一刀，让所有都要摸过来摸过去。阿贝在那边又不能下任何讯号，他透过什么下讯号？嘴型吗？口号吗？所以用剃头发来下某种，你知道下什么讯号？你刚刚不是讲一句吗？就说阿贝放弃抗告了。可是刚好李光头他就对外宣誓，对小草宣誓。不放弃了，不，这叫消音了，所以这一个潜台词嘛，就是一个总教练，我下达讯号了，我给这些小草不放弃。刚刚杨明有提到嘛，过去政治人物选前要宣誓的时候剃光头啊，以前更早以前有斩鸡头了，然后杨明的斩鸡头，不过现在动保法不行，斩鸡头可能自己先被抓去了，不行。那么现在理光头的话，那现场看你不要以为在看笑话，政治人物选举的时候，最后理光头逆转胜了很多你光支持在底下会哭成一片对，所以你看看，如果所以对小草这个是非常让小草震撼的一个画面，震撼效果啊，这个震撼下去，所以阿北你知道，阿北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不论蓝白河整合是什么，阿北那时候你知道在板桥底下有多少人？他讲说，只要你们不放弃，阿北就不放弃，所以他是变成他的一个 slogan 啊。大家要回想一下，这是川普在大选的时候，他一个 slogan 会震撼大家，叫那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嘛，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叫 MEGA 嘛 ，MAGA 嘛。那阿北现在的口号出来了，叫 Never Give Up。MGP，所以接下来你们剃头好，理光头可能不一定，不是每一个人光头都适合啦。像那个老师的发型适合，像我的理光头就难看，小玉理光头也不好看。你怎么知道？对啊，而且你为什么要小玉理光头？不然虎哥理光头，虎哥理光头收视率马上暴涨2倍，要吗？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适用啊。可是对支持者来讲，那个渲染力跟感染力跟情绪会出去，一定会有的啊。所以你看，我觉得是这样。只是说这个感染力跟这个动员的讯号到底能够有撑多久啦？当然，就对目前来讲，就是说民调里面，包括几份民调，阿北已经关了2个多月了，他不提抗告，不代表他放弃，而是放一个讯号，说我用另外一个动作说不放弃。我昨天看没有头发，然后阿北是关在里面，就说见不到天日，就像他说抗议民进党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嘛，这当然另类了，只是说。从各个民调来看那个民众党的民调大概支持在12到13%嘛，他并没有散掉啊。那透过李光头，我再把12、13%再巩固住。当然，有时候杨明讲说这比较像宗教一个信仰一个力量啊。可是选举有时候动员就是要有一种信仰的一个力量在啊。那这些能不能撑住？看大家能不能 follow 阿北继续跟着走。就说。我觉得民众党内部也在众说纷纭啊，他们支持者是不是说真的是铁板一块？也有啊，你看像这个在阿北不放弃的里面的那个赖的群组里面哦，你大概有快2000人，1700多人哦。那阿北不放弃，也有人放弃啦。你看，就说这个是昨天留的啦，就说就因为那个有那个就说咸书手出来之后，里面有人留言说抱歉，我无法继续欺骗自己了。阿北贪财恋权又好色，这个跟新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各位再见啊！有人跟阿北说分手啦，有人放弃啦。可是你要留言，所有人都在骂这个人哦。说你是催眉叫来卧底的，然后说这个没有经过求证，要求证的话要看哪里？看阿管的直播，看苍老师的直播。所以他们内部的信仰力量还是很强大啊，并没有扩散掉，所以阿北理光头，接下来说，刚刚我们在哭手嘛，说接下来活动会不会有很多人理光头？不见得有，可是零零星星有，那个力量会出来了，就跟川普一样啊。美国再伟大，阿北讲说我不放弃，你们不放弃，我觉得那个力量会凝聚住。OK， 你想刚才小玉有念一段是陈佩琪讲的，男人做坏，然后就是在钱跟女人。对，如果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我们讲说现在碰到不管是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这些。是钱的问题，对。
那全美凤那件事情，当然性骚有没有涉及性骚，也就是跟女人有关系的一些的事情。当然，对，这所有这些对阿贝来讲的话，最伤的一件事情是人设。确实是人设，而且曲美凤这件事情，大家不要低估它的杀伤力。Yeah. 其实大家觉得说曲美凤只有讨论几天而已，你进华城讨论4个月了，但其实事实上，在于很多阿北支持者的眼中，曲美凤的事情可能更具有公信力。为什么呢？很简单嘛，你怎么把这件事情去怪民进党嘛？你过去所有金华城的案子，即便这个是钟小平去按铃控告，即便议会调查小组的召集人是这个我们游淑慧但是你仍然民众党就说这是绿色的打压这个是绿色的政治迫害等等等等。但是说曲美凤她是统促党的发言人，你说她跟民进党什么关系？一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不可能是跟民进党有关系。你连是民众党，你光讲这个就讲不过了嘛，对不对？所以曲美凤这件事情，它有一定的一个政治公信力这个是过去这个阿北他的粉丝当中对于说金华城的案子向来质疑的那曲美凤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特别一提呢？因为如果是他一个人出来的话，其实蛮尴尬的，因为一个人出来的话很难去对质。但已经有第二个人出来，而第二个人也是大家认为也是一个企业大佬，也是企业界是有名声的一个人也不会随便出来去做这方面的指控。所以既然有1+1，那这件事情理论上就一个成案先不要说是不是事实，但至少成案。那你成案之后，你有2个选择嘛，就是你民众党，你可以第一个，你可以勇敢去面对。刚刚其实小玉姐提到，你可以把当事人找出来，大家去对质清楚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一个性平调查该做的事情嘛。你一个人出来指控说有性平事件发生，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你不是应该就出来去认真以对吗？去调查清楚。柯文哲其实在不在这个看守所其实不重要，因为本来如果性平案件发生的话，当事人只是采纳一部分的说辞，另外一部分当然是要看环境，看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当事人，看当时的回忆、回顾等等。所以这个你民众党有没有去做？没有。反而你徐府第一时间是说什么？开始去检讨这个所谓的这个被害人，所以你民众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就大有问题。但再加上柯文哲本身，其实刚刚小玉姐也提到，其实待在政治圈子待一阵子都知道，柯文哲确实有很多类似的小故事在外面在外面传来传去的这个也不用我去编造了，这个我相信记者也听过，国民党的朋友也听过，民进党朋友当然也有听过嘛，对不对？那只是你民众党要不要去面对而已啊。这个也不用我去编造了，这个我相信记者也听过，国民党的朋友也听过，民进党朋友当然也有听过嘛，对不对？那只是你民众党要不要去面对而已啊。这些故事确实在都是小小故事，我也没人指控说柯文哲今天是有非常恶劣的一些性平事件的一些没有，但是确实这些的状况是点点滴滴的，大家都有听说。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柯文哲的人设，其实柯文哲人设这一点是大家过去已经质疑过100遍他对女性这个是过去在选举当中不断的一个攻击项目嘛，对不对？包括说什么这个30岁以上的女性像什么残障车位了这个虽然他当时否认，但后来这个有中国时报的记者还去查证这件事情，对不对？知道说这个对于妇产科啦，对于说女性可不可以考上这个台大医啦对于说进口这个外籍新娘啦，对于说女生不结婚不生小孩是国安问题男生怎么办？男生也是国安问题对不对？这个等等到年轻漂亮女生只适合做柜台没有？柯文哲这个人设是早就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民众党就是活在一个泡泡里面，就所有这些负面的讯息都打不进去你只要是讲这些事情就政治攻击。你骂柯文哲就是这个绿色迫害等等，所以这个气泡就是一直打不进去。可以讲，你刚刚前面也讲那些，大家其实从以前就讲，柯文哲也许在你说他的字里行间，那是对女性的不尊重。譬如说，漂亮女孩子可以做柜台，去选什么县市长类似这些。但是那些就是在口头上，甚或讲是不是他的潜意识里面，他确实有某种程度对女性不够那么尊重或什么。但是跟这一次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小玉刚会用匪夷所思？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一定还有很多人。绝对不相信会有一个政治人物，尤其已经做到这样位置的人，会在开会的场合做出这样的动作。我平常讲，我那天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还要讲说，那我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因为我看媒体一开始看到是说曲美凤提出这样指控，我说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后来我再看到宣传有，对，后来我又看到曲美凤讲说，后来他不是说给柯文哲一个道歉的机会，对，说后来的那个场合是薛明志也在场，对，你知道吗？然后我讲说好，曲美凤既然你说柯文哲有传赖给你看，我要看一下有没有那样一些证据。后来他也开记者会，因为媒体出来以后是他自己在开记者会嘛，就把那些弄出来。我到那才开始要告诉自己说，这应该最起码大概你要告诉我大概有8成或是9成，他真的可能会有这种事。可是你还是很难讲，你知道你现在摸张一不用，你说这个要小心，要小心。不是你要在开会的时候，你要去旁边的人在这边开会，然后你要去摸那个人手。这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小虎哥，我不能摸，我知道，但我可以摸我自己的手啊，因为他其实是像这样子的摸法，对啊，所以不是很单纯。你知道，因为以前摸手，你甚至于可能是说你握手很激烈或什么，其实有一些诠释的空间啊。但你说这一种摸法其实没有什么诠释空间，当然真的没有，而且你又搭配着讯息，因为你讯息后来说，人不能长太漂亮，太聪明等等，还逆天啊，这个还妖精，所以讲很多这个不三不四的话，就是说很奇怪的话，后来累积起来，那确实当然是人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好，但我还最后讲这个泡泡的概念，这泡泡概念很容易理解，就它是一个防绿光的泡泡。就是任何只要是绿色的讯息是进不去的，会被反射出去，而且反射出去的力道会比射进去更大啊！这就是为什么这科的网友常常会出征人家等等等等。但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绿光，你知道，这是射进去的，不是一个绿光，所以它防不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宣传有啊，这个曲美凤不是跟绿色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反而它可以进入这个泡泡里面啊，甚至可以发挥一些效果。这包括刚其实提到的这个讯息，就有人看到就看不下去了嘛，这个好色等等，所以我认为这个的效益不要去低估它。其实对于很多这个所谓的柯粉而言，就算只有7%，只有10%，但是他可能这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启发，一个启蒙，就是说我终于看见柯文哲是谁了。那看见会不会到时候就导致这一些人选择离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OK， 医生你自己判断，觉得小草会离开吗？因为你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甚或号召小草，大家一起来剃头，对，你知道吗？那是一个集体支持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整个一个礼拜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是礼拜一柯文哲，然后因为不抗告，然后剃头发，就没想到崩了一个礼拜二。因为本来说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于小草来讲的话，对于他的支持群众会是有非常强的一个震撼性，是，但没想到崩了一个礼拜二就出了曲美凤指控的这件事。这一来一往之间，会不会把本来的那个有的那种影响力啊，或各方面的震撼，把它抵消掉了？当然会有影响，但是虽然前面是先剃光头，对，再发生曲美凤事件，但是讯息来讲是先有曲美凤事件，再剃光头，因为他剃光头是后来大家看他提讯才知道。剃光头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洗掉曲美凤这个讯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对于民众党内部是一种抵消效应。是这种抵消效应，其实柯文哲成功了所谓操作了相关的讯息，他同时表达了他的意志，他同时又洗掉了所谓的曲美凤的相关的风波嘛。这也为什么蔡壁如说啊，你终于要当和尚了，表示你是不是对于陈佩琪在10年前所发的文说做了坏事，所以要赎罪嘛，也对于所谓的曲美凤这件事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赎罪，而且同时他说了，我说到剃光头、斩鸡头到庙里发毒誓，这自证清白的一个手段嘛。所以同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民众党内部来讲是没有影响的。所以你看到民众党内部包含馆长今天讲的话，对于曲美凤事件是完全不道歉的，而且是说是曲美凤你自己的问题，是曲美凤你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这个东西实在外面人听不下去，但是小草听不下去吗？我很怀疑。我觉得小草有可能听得下去的。为什么？陈佩琪也剃了光头嘛，不是剃光头，剪了头发。他呼应柯文哲这件事情，表示一个政治动作，这个政治动作叫做还我清白嘛。所以柯文哲剃光头这件事情，其实他同时弭平了所谓的曲美凤事件，那同时他表达了他的清白，那同时在政治上他保住了他党主席的权利哦，而且他可能不放弃的是什么？
我在司法上可能我放弃了跟赖清德对抗，他说的是司法是赖清德控的，但是我在政治上我要跟你抗衡。我在政治上我会透过2026年的选举，透过2028年的选举，我继续选。民众党是有一张总统门票的。柯文哲不选，那这样要给谁？所以柯文哲会不会在司法审判的过程里面，其实带着整个民众党用所谓的对抗司法的方式，用所谓的还我清白的方式，继续保住他的权利？而柯文哲重视的，他真的就叫做无视人间律法。他对于司法是蔑视的，但是他对于权力跟对于金钱，甚至对于女人，都高过于对于司法的重视。因为如果算起来的话，只要还有10%的支持度，那在现在的国内政坛，那就是非常恐怖的关键支持度。蓝营要不要买单？绿营要怎么样去看待蓝白之间的合作？这些不只是在立法院的席次，在每个地方、很多地方都会形成像这样一些影响。那柯文哲，那未来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可是，伟航，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刚才其实宜祥议员就讲说，你这件事，尤其徐美凤的事，你总算不到民进党头上了吧？对。但馆长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就有讲，他说这也是民进党用的某种形式，就是叫徐美凤啊什么什么类似这些。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对柯文哲在这整件事情上，或是要巩固支持者有帮助吗？好，这个其实，在相关的事情发展开始，新闻开始发酵的时候啊，我就有在自己的这个粉专就丢了一个，黄国昌的那些徒子徒孙什么时候要说曲美凤是小绿啊？什么时候会直接给他贴一个标签，一定是绿营派来的？结果我文章发出去没多久，下面就有网友有人说已经有了，我还回函这么快啊！所以宜祥你不要太有把握。对啊，这么快动作这么快啊！好，现在有2种诠释方式，第一种是比如说像徐副馆长也有了就是去。倾向去侮辱这一个女性，说啊，你凭什么？你哪有资格？你以前带衰什么带衰周刊啊什么的哈？这是当然，这个方式这个角度已经被骂爆了。很多人说啊，徐府是猪队友，你有先问过陈之涵吗？你这个如果是你们家出这种事情，你还可以这样子开个直播，这个把人家放在你们背板上面写个笑死吗？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一点对于新闻、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 sense 都没有。那当然，他们目的性很明显，我赶快要把这个人推出去。为什么呢？我不把这个人推出去的话，不把这个事件推出去，不跟他去做某种程度的切割，不把他压低，把他邪恶化因为他徐府自己有讲嘛。就是这个曲美凤到今年1月10号还在拼命联络我，想要来我们这边参观，但是他来蹭我们啦，我们要把他推出去啦。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根本不是个咖，这个人是坏心坏意的。好，这样的操作做法成不成功呢？重点当然还是在于外界自然是越来越不信啦。但重点我还是要回归一下，原本最早柯文哲对于民众党的设想。左批蓝右打绿，他怎么打蓝呢？你们这个亲中亲共亲红色的，右打绿，绿营贪腐啦，所以绿营是贪腐，蓝营是亲中，我们民众党2个问题都没有。结果现在贪腐的案报到比谁烟火都大嘛。而曲美凤这个乍看是 Me Too 的事件，但现在大家都在追问，到底是你们谈什么样的合作案啊？2022年10月5号当天。是高虹安选举合作案吗？还是更大规模的总统合作案？牵涉到媒体，牵涉到金主，牵涉到统促党发言人到底是有没有红的成分？所以与其说是情色，不如说红的成分，可能你民众党也赖不掉了。所以从馆长的角度，馆长大家也都在看他诠释。馆长当然第一方面要就是也是在外貌上去贬低曲美凤，说他是什么什么咖这样。但同一时间我也注意到。比较跟黄国昌比较亲的一些民众党的侧翼，也是用同样的态度，但是他不是去强调女性的责治这个人是共产党啦，不可能啊，一定就不信啊。但重点就是在于说，他们现在来切割来不来得及？那我个人看是绝对来不及的。柯文哲基本上就是挂了。柯文哲基本上就是挂了，但重点是黄国昌，黄国昌会不会在这一波又独活下来？你要看徐府那些、陈志涵那些都爆了嘛。
那你讲徐美凤，大家就说啊，黄珊珊跟他有关系的，他把黄珊珊带进政界的，黄珊珊也挂了嘛，所以很多人就指向是不是跟黄国昌有关系？那当然啦，今天也有其他的说法指出，就是说啊，黄国昌其实就是这个薛明志出来讲，可能也代表黄国昌的新竹没有机会。但不管怎么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哈，在这一波这样清洗下来，的确再怎么洗，这些也有人在放了一个图，就铁达尼号。大家都已经要跳船了，馆长还在上面拉小提琴，然后就是坚持到最后一个。大家都讲馆长到底什么时候要跳船？我认为哈，大家会觉得他要跳船，但他实际上早就跳了。他跳了柯文哲这艘船，他上的是黄国昌的这艘船，所以接下来他们的行动的动态，你就不是说他们是在忠诚护主，而在后续的战场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往黄国昌领导核心来去做靠拢。杨明，你自己在解读这件事情，尤其是全美凤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整个，刚才大家讲说，很多的一些不管是民众党的一些人，甚或像馆长他们，所有这些的呼唤，难道重点都只是在对小草吗？如果你真的讲 Me Too， 我一直觉得年轻人恐怕会更在乎有没有性平的概念。但是对于小草来讲的话，这件事，你觉得这件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觉得他们的处理缺乏智慧。什么叫智慧？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OK， 这个在政党，当你是一个这个政党的从业人员，像柯文哲在2022年10月5号、6号那个时间点，就是徐美凤指控的时间点，他除了是台北市长，他也是民众党的党主席。是好，所以呢，民众党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然后呢，邀请徐美凤来说明，然后呢，也查出那个现场不是有6个人吗？对，还有一个是谁？对，到底还有谁嘛？对，尽量努力还原现场，这是民众党现在能做的。那至于柯文哲这个调查之后，最后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所以我要举一个前例，傅昆萁总召，记不记得 Me Too 事件的时候，他是被一个知名的艺文界的人士指控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国民党当时成立了这样一个调查小组。今天我们不管，你是说以拖代变吗？不是，就时间一路过，大家他有做出，当时他有做，国民党有做出一个结论啊，对啊，最后就说查无实证嘛。好，那但是我说一样啊，你可以去还原现场，比如说宣传有说是这样子，然后呢，徐美凤是说这样，但是现场的另外一人有不同的说法。如果今天这样的话，对民众党才有利嘛，而不是今天你说，哎呀，徐美凤没有公信力，什么什么不对，因为任何剧名出来指控的 Me Too 事件，如果没有经过一个所谓的调查程序的话，没有人有权利说他是这个造假或怎么样，是需要经过。那同样的，我们再拿最近政坛有一位这个国会议员被指控什么有一些什么对话怎么样的，那位国会议员第一件事情是去提告。好，那同样的，我一直强调11月12号这个日期很重要，因为这个小五哥是律师嘛。你提告是有一个这个叫做追诉期，对啊，就是这个叫刑事的这个我什么时间点可以告啊？那如果柯文哲他到时候交保，乃至于他可以委任律师，他可以做一个声明嘛，就是说对于不实的指控，我会先保留法律追究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委任律师会提告，如果有这样的动作，那相对来讲，我觉得民众党也不用担心，就有底气可以讲话，这表示柯文哲就是完全否认这件事嘛。那包括那个对话截图到底是真的假的？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党支持者说这个对话是伪造的，有没有？这个一查就知道。如果今天徐美凤女士她用假造的对话去指控柯文哲，这是很严重的这个刑事的责任哦。所以我才说，在民众党里面怎么没有人想到用一些比较符合程序或者说这个叫科学、理性、务实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不要陷入情绪。好，你觉得现在情绪了？现在都是情绪，你光是他那个直播怎么会用笑死？你这个变成在打口水战啦。我觉得用理性来处理这样的案件才重要。因为其实徐美凤这个事情，当然因为他跟这个案件无关，他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那个叫做一个花絮，或者说一个过去的一个事件。而徐美凤的单方面的指控，因为柯文哲现在没有办法回应，所以呢，他势必要等到你柯文哲就算交保，还是会有媒体拿着麦克风问你。当然，2022年10月5号、6号，徐美凤这样讲，你认为有吗？或是没有？你总要有一个说法的，早晚要面对的。所以我觉得民众党里面应该要有一些幕僚要去思考，未来帮柯文哲出来之后，总是要有一个回应的。OK， 对。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这件事情，从柯文哲剃了头发以后，到你说看到徐美凤的这整件事情，到底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在本案上面，金华城这个案子，我再提醒一次，检方如果现在看起来严压所有的时间的话，算一算，大概还剩下7个礼拜左右，就要起诉的话。那这起诉的时间，然后这7个礼拜能够做出什么一些？检方现在还在查，彭正生已经被提讯了11次了。
说实话，这个提讯真的非常非常的频繁。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那今天还有另外一则讯息，一战是扣穆可的钱没错，为什么要扣穆可的钱？北检如果照没几账，而且北院是裁准喽，一说北院也同意扣，扣了3800多万，为什么？穆可的钱，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就知道穆可公关公司这家公司的提起，就让我们揭发整个政治现金案的一团乱这样的一个开始嘛。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权利金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个候选人是权利金授予给一家公司，然后授予给总部？跟大家的印象是相反的嘛。一般来讲，就是你公司如果要做柯文哲的东西，是要付给总部权利金嘛。刚好相反。而相反的原因，就是因为柯文哲把他的所谓的肖像权也好，或者他设计的图案也好，都先授权给穆可公关公司嘛，然后穆可公关公司再授权给总部，所以总部要付给穆可公关公司权利金嘛，有1300万。而除了权利金的问题之外，整个总部里面还付给了其他的什么商品微博啊，连选后都还在做小物，连选后都还买穆可公关公司的商品，这大家都无法理解嘛，所以今天被扣押到4000万嘛，刚好差不多就等于总部支付给穆可公关公司的钱嘛，所以扣押所谓的穆可公关公司的这条4000万，其实就在证明穆可公关公司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竞选总部的洗钱工具嘛？柯文哲，你透过人头匿名捐款捐给了总部之后，再透过总部付给了穆可，最后其实已经有证明一笔钱。450万，这个连民众党人都不否认哦。450万是付到了柯文哲的口袋里面、账户里面嘛，450万的权利金嘛。这条钱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话，那不就是你透过所谓的总部来洗钱吗？另外来讲，吴怡萱今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这个又是司法迫害。吴怡萱，穆可不是你们说不跟你们无关吗？跟你们无关，结果吴怡萱可以在第一场记者会的时候帮穆可公关公司说我们全体解散了，说我们一定要解散公司的。第二个，你又说穆可公关公司现在又跟你们无关的话，他没有办法帮穆可发言。对啊，无关的话，你不能帮穆可发言，你为什么说扣押穆可是在追杀柯文哲呢？这逻辑就是错乱嘛。而穆可公关公司当然是跟李文忠、李文娟有关嘛，所以被扣押，我就强烈怀疑是不是李文忠跟李文娟已经有部分的吐实说穆可公关公司的这个金流有部分是跟柯文哲有关的嘛？为什么我这么怀疑？因为还有一笔钱跟李文忠也有关系，就是1500万。我一直在想说，1500万为什么可以写在扣押在金华城土地的那个裁定书里面？一定有一个证人说我这个1500万是我收了，已经有收了，柯文哲有收，而这个人是谁？最有可能的就是李文忠嘛，因为11月1号收了所谓的1500万，在市长室传言在市长室收了这1500万嘛，那11月2号众望基金会就成立了嘛，而众望基金会成立的资本额是多少？就是1000万嘛。董事长是谁？是李文忠那李文忠那时候是什么身份？是捷运公司董事长如果他是捷运公司董事长，又是所谓的众望基金会董事长，检联如果问李文忠，你成立的这1000万怎么来的？他如果没有坦白交代，你就涉嫌贿赂的是你李文忠啊。他如果没有推给柯文哲，他自己认下来是我收的，是我去募款的，那有可能就是李文忠你有收受贿赂的嫌疑，而不是柯文哲嘛。但是在裁定书里面竟然是说是柯文哲的部分汇款，表示有人把这个罪嫌推给了柯文哲嘛，所以李文忠吐实的几率非常高。而李文忠如果吐实，问题就来了，整个竞选总部账只有众望基金会，只有穆可公关公司吗？不止嘛，包含了党部。为什么今天又约询了梁秀菊？Excel 档里面 USB Excel 档一堆证人、政商名人去问，他已经说我捐给党部啊，捐给党部有没有进党部的账？我当然要问梁秀菊啊。如果问梁秀菊，梁秀菊说没有，这些钱都没有，谢国良那笔一定没有嘛。如果有的话，民众党都说了嘛。如果没有，那柯文哲不就是侵占吗？你是党主席，你还再加上背信啊，因为你党主席人家要捐给党部的钱，你却没有拿到党部里面，你现金先不管现金现在在哪里，你重点是你没有进到党部，你就是侵占跟背信嘛。而吴怡萱今天就说，
故意的司法破坏，说柯文哲绝对没有所谓的侵占的问题。谢国良那200万先说清楚，还有那个装潢费，装潢费说真的也可以捐给党部啊，可以正常的你把那300万捐给党部，党部再去支出所谓的装潢费用嘛，本来很合法的捐款，为什么你们不敢自证？梁旧局去问的时候，如果这条300万也没有进到党部，那又是柯文哲又侵占又背信了嘛？光是这2条就达到了所谓的侵占跟背信，就不要说有没有对价关系的收受贿赂嘛。所以整个党部的问题大了。众望基金会刚才讲过，新故乡协会其实孙凤群也被约询，到底新故乡协会有没有相同的模式嘛？那木可公关公司跟总部之间多少的假发票、假薪资？你现在民众党的记者会到现在半年开完了，有没有跟大家解释清楚过？没有。过程里面竟然为了自证说没有贪污，没有所谓的乱花钱，竟然还跟木可公关要了一张发票。8月的时候，木可公关公司那时候不是解散，为什么还可以开发票给你们？这整个就是木可公关公司也好，新故乡也好，总部也好，党部也好，众望基金会这5大科营事业啊，都已经变成柯文哲收受政治现金现金的洗钱的管道。这5大科营事业啊，都已经变成柯文哲收受政治现金现金的洗钱的管道，而最后的钱在哪里？说真的，追不到钱，那叫我追不到犯罪所得。而这其中的进账的过程，如果你柯文哲没办法交代，李文忠又吐实的情况下，你就已经有各种的罪嫌存在了。所以你想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你在媒体上看，还有一些像资深的柯粉，譬如朱慧荣或什么，那时候也在讲说，那木可，因为它就是一家，如果照体制来看，它应该是一家民间的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个体。那为什么会经手到政治现金？他也质疑啊，他的意思是说，他那时候是希望维护柯文哲的清白啊，要让大家知道这怎么会让那跟柯文哲是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查到最后，李文忠的角色啦，然后你说包括那些政治现金到底是怎么有？那时候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第一时间，好了，现在民众党跟你讲说他没有办法帮木可去发言任何东西，正常状况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说你第一次记者会。你怎么会第一件事就是去帮木可说，他们从今天开始，然后停止一切的营运，然后接下来就要解散清算，关你啥事儿 ？OK？ 可是这整件事情到现在，只要问一件事，那木可到底他真真正正的老板是谁？谁是最后的受益人？你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了。这个可能很难回，因为事实上这个最大的受益人他就是柯文哲嘛。柯文哲现在在看守所里面。但我觉得重点是刚刚提到一些觉醒的人啊，其实资深柯粉朱慧荣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嘛。其实我先讲，他自己说他不是柯粉，他说他是义勇军他是他自己讲的，因为他为柯文哲真的是出钱出力，从在台北主持这个广播电台，台北市的广播电台，直到担任他的这个志工头，直到在木可的这个商店里面去帮忙去做志工指挥，其实他真的是帮柯文哲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上一阵子我有遇到他本人，也跟他针对柯文哲的事情有交换一下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同时也对柯文哲非常失望的一个人。就是说，没有想到他真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帮助的一个人，就是完全不是他想象当中的这个人。所以我讲一下朱慧荣，他曾经他其实就有说过几点，我觉得其实事实上蛮关键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现在是绕了一圈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从木可开始，跑到金华城，那因为金华城涉及到很多金钱，后来现在交代不清嘛，对不对？现在又跑回最后一圈，就是回到木可，因为有没有可能这些钱来到木可这边？那当时其实朱慧荣就提到几点，确实是非常可疑的包括说什么？他说当时在木可的商店里面没有电子支付，这很奇怪。你理论上你现在柯文哲强调就是电子支付啊，你柯文哲之前不是说不要用现金了吗？大家刷卡更好。但是你自己的商店没有电子支付，要求大家用现金来支付。第二个呢，他说因为很多人可能到商店里面会捐钱，因为我不知道找谁嘛，对不对？我看到商店我就先去捐，但所有的政治现金都要木可的工作人员经手，他却很奇怪啊，政治现金应该是近办的人来经手啊，怎么会是木可的人来经手呢？那木可人经手，你有没有开收据？你有没有去登记在这个监察人系统里面？似乎都是一个大问题。这更严重，他说原初开始贩卖的时候还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国税局要去检举，这其实很严重，你去任何地方他不给你开发票，理论上大家都要怀疑说这钱到底是去哪里，有没有报账，有没有报税，所以没有开发票这件事情，我再次强调，我现在都要强调这一点。这个不是民进党来做指控，朱慧荣是资深柯粉啊，不是啊，这个是评评理去说嘛。朱慧荣是从柯文哲出来担任台北市长，去担任这个民众党主席之后，就一直跟柯文哲一起了嘛，对不对？甚至有无数跟柯文哲合照。朱慧荣当时还跟我说，他是直接可以打给柯文哲的。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打给柯文哲，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关系是如此，这是朱慧荣说的，不是赵一翔说的哈。穆可最终说难听点，就是是不是一个洗钱工具嘛？现在就这个要去厘清啊，因为穆可的钱确实起疑，确实可疑，他经营方式也令人不解匪夷所思。所以我觉得现在减掉他去把这一笔钱要扣下来3000多万，我认为是刚好而已，而且甚至于是相当的这个我觉得蛮延迟的其实早该去做了，因为你早该去做，你去翻阅他的账本等等，你去对齐嘛。那对不起的话那对不起，那就知道说不该有的钱是透过这方式去洗干净的。所以我认为穆可接下来大家会是检方的一个瞩目的焦点。OK， 为什么检方现在会查到这个地方了吗？检方到目前为止查了2个。OK， 第一个包括中华城土地。那中间虽然有一番的波折，但是还是扣了成功，而且最大的波折是那个裁定书后来出来以后，引起大家一阵的哗然。OK， 因为法官用字遣词，然后直接告诉你这些圣货联是不是有收贿啊，这些字眼都出现在那个里头。那现在看起来，除了那以外，北检再次出手，扣了穆可公司的账户。北检表示，侦办被告柯文哲、李文忠涉嫌跟穆可公司侵占政治现金的案件，为了保全犯罪所得，申请扣押穆可公司相关银行账户。北院裁准了，合计查扣新台币3883万7000多块，确保将来法院预知追征没收犯罪所得。针对这件事情，民众党当然他们有就直接发声明说，检方用 A 案办 B 案，押人取供至今，试图将合法的政治现金扣人成是汇款，呼吁北检有证据就赶快起诉。针对穆可被查扣这一块，民众党也说他没有办法替穆可回应相关的一些讯息。柯文哲从未透过任何形式侵占政治现金，强烈谴责检方用司法手段凌迟柯文哲。明显，你现在看到，包括这整个新闻出来以后，因为今天新闻出来说北检是不是扣了穆可这些钱？民众党刚那包括像吴怡轩他们也有在他们的应该是民众之声吧，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些的那个频道上面就直接跟你说，北检你是办不下去了吗？你是起诉书写不出来了吗？你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凌迟柯文哲吗？是这样吗？是办不下去了吗？我觉得如果目前办到金流，刚刚宜翔有提到嘛，又回到原点，一开始讲的金流那一些嘛，所以现在可能把穆可金流账目不同的话，就说现在起诉书不是写不下去，以后起诉书是不是要变成跟史记一样分的好几本是一本书可能搞不好不止一本可能跟25诗一样一大本。你看，包括金华城是图利又包括那个收受贿赂。那个大概写出来已经一大本了那接下来又有包括背信、伪造文书、侵占，而且这只有涉及柯文哲而已吗？民众党其他相关穆可，包括李文忠、李文娟这些人都没有关系吗？那牵扯出来的那不是几本而已。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可能包括连新闻稿都是好几页。我觉得可能以后到时候如果真的起诉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解读到很头痛了。我觉得目前第一个啦，就是说。民众党所有的，包括从那个 Me Too 的事件，还有包括这一些，民众党的所有的策略，不是说都是把它打成是政治破坏了。他不是像杨明讲说发生 Me Too， 然后就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进行调查，一般的 SOP 是这样，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我要先抹黑对方，比如说宜翔讲了这绿营的抹黑，然后把包括所有打的说对手就是政治打压、政治抹黑，推成司法迫害，这最简单的。就是要巩固基本盘，现在只能固本而已，现在不能外拓了。所以现在包括所有查到这些，我觉得只有2阶段，因为办案毕竟还是检察官最了解嘛。可是我认为说，在橘子没有回来之前，至少从目前包括金花城的侦办，不论是图利，不论是收受贿赂，大概证据已经巩固的差不多了啦。如果从目前媒体的报道大概 USB 破解了，大概我有了解了，有一些包括过去的政治现金的，有包括大佬，还有那个。包括企业界的老板，我有听说他们来讲了，他们认为不讲一讲又变成新闻的，他们的证词对柯文哲非常的不利啦，甚至有人动作讲说柯文哲大概这样子的啦。真的？对啊，所以政治上
觉得已经宣判了。不是政治上是司法上了，他们认为说他们去被约谈的时候，他们私底下大概有这个看法啦，所以没关系，你不是在厕所讲的，没关系。他在厕所讲，这还会变新闻的。我觉得要审慎一点，所以现在衍生下来，我已经知道明天的新闻的标了。就说第一个，你对阿北来讲，对吴怡轩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很煎熬啦，所以接下来就是说阿北在里面严压之后。一回事啊，所以阿北到底要不要请假，就涉及到他们党主席要不要改选啊。就说现在传说阿北在里面心情就阿杂因为他的请假单到11月29嘛，如果他继续请假，那就没有代理的问题。如果他那个不请假的话，他讲说还有很多众说纷纭，明明就阿北在里面，然后外面的传了一大堆讯息说阿北很阿杂，不愿意签那个请假书，然后甚至说。请假书我不晓得，这可能要问谢律师。请假书需要检察官同意吗？最好是问一下，因为你文书进，因为他说他进件，所有的东西要进去，一定要经过检方的那个同意。那检方这个应该不会跟你说不准签，这个检方只要看过那个内容，跟本案没有关系。那我知道了啦，可能最后又打成说因为检察官打压不准签，不让他们签，所以变成有代理的问题，又是政治迫害嘛，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民进党执政党就是打压，要把民众党弄得灰飞烟灭，那个支离破碎，加那个妻离子散之类的嘛，挫骨扬灰。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知道，所以对阿北来讲，现在很多阴谋论都在讲说阿北如果不签。是不是要改选？那很多，包括台中市党部主委民众党江河树一公这些东西就是拱狼嘛，我不觉得是拱狼哦。接着，所以阿北到底不签？阿北不签，不签，是不是因为检察官的问题，还是说阿北另有深谋远虑，他是要引蛇出洞？毕竟民众党内现在有一些怪怪的，譬如说，我觉得原先在野党，包括蓝白合作在立法院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最近黄珊珊的动作也怪怪的啊。包括财划法，他的讲法怎么跟卓荣泰的讲法一样呢？说你们国民党通过的版本，通过的是那个太过于仓促，这个话好像过去都是民进党在讲，然后都是卓荣泰讲，怎么现在变成黄珊珊在讲？那现在是不是说，比如说党内现在是以黄珊珊为主，还是说也有人要拱黄国昌，就变成说，如果啦对民众党来讲，现在是很麻烦的，变成我不能掀锅嘛。因为这是变成压力锅啊，一掀锅可能会炸锅，很麻烦呐。到底是要挺黄珊珊，但不掀锅才会炸锅。你有没有觉得压力整个在那里头，你不掀锅，它真的会炸。对，这就是早晚要面对的问题。你要先掀还是晚掀？我另外一种想法，我觉得这搞不好柯文哲是一种忠诚测试，不了，把火关小一点，就是看谁要出来争党主席。谁争？我就知道，原来你心有二志，是这个意思，就是引蛇出洞的讲法，忠诚测试嘛，对不对？对啊，这是就说忠诚测试引蛇出洞的讲法。可是我觉得，如果刚刚以那个谢律师这么精辟的法律分析，他可以民众党可以推给说执政党又是政治打压，你检察官不让我签啊，所以我拿不到那个请假书啊，因为我不可能会叫我老婆，我不能理个光头上面写请假，没办法嘛，或者我打棒球讯号。摸一下，请假看得懂，不可能嘛？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引蛇出洞，我觉得大家阴谋论了。我觉得他最后可能会打成说，又是司法破坏、政治破坏，这个就说一个固本的一个策略了。可是你说固本的策略，那在很多的地方，因为到目前为止，小雨，就像全美分这件事情，刚才杨明也讲，一个正常，如果你要回应的话，甚或要回应的四平八稳，甚或有加分作用的话，可能应该是像刚刚那样一个 SOP。平常讲，而且照刚刚讲说，我只要是照正常，然后成立调查小组做这些，时间一拖完以后，大家就不忘了，大家也不太清楚你到底中间过程那些东西。可是现在的模式显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嘛，就包括你说骂曲美凤啦，或什么什么这些，还有一段政治现金这一段，因为为什么刚刚易善会那样问？因为今天当北检做这件事，民主党是直接说柯文哲从未透过任何形式侵占政治现金。当然，第一个你要告诉我用定验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但是每个人都只问谢国良对啊长辈那200万，对啊，因为那200万，如果我没有听错，如果我有讲错，请指正。他是说长辈是说要捐给民众党，对啊，是吗？是啊。那到现在我也没看到目前没有留下，对吧？就是没有嘛，就你不知道。那民众党到现在也没有拿出他确实进我们，因为政治现金你一定看得到啦，如果进去的话。所以这一段是大家讲，那要不要先回应一下谢国良那一块？这块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要回应的话，我不讲这么强烈的词嘛，因为一定有很多人会把谢国良
这件事拿出来讲。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模式？今天检方传了很多，包括原力建设的动作。为什么要传原力建设的动作？不要跟我讲话。不是啊，不是啊，那个董事长不是记者一靠近他吗？对啊，你以为我在耍大牌哦？不要跟我讲话，不是啊，真的。不要跟人讲话。下礼拜小玉，赶快跟我讲话。小玉说要请假，赶快跟我讲话。来了，不是啦，是因为那个记者碰到那个原力建设董事长嘛，那个蔡建生，他就非常的酷，不要跟我讲话。要是我还你是记者呢？他说不要跟我讲话，没有，我还会继续跟着他。对吧？记者一定会这样。对啊，职责所在，你不讲我还是要问我。对啊，可是他好凶哦。对啦，好了，可能大老板已经被约谈，就没送。当然呢，还要被曝光在这个媒体之上。不过今天有2个人啊，一个是原力建设，一个是黄昌嘛。哈，那坦白讲，就说原力建设，这个要分两个出来讲，因为原力建设一开始就要扯到陈佩琪去看豪宅这件事。那当时大家外界直指是李敏雄啦，好，但是后来李敏雄应该是原力集团啊，但是原力建设了哈，才是蔡建生。那我必须讲是说，因为陈佩琪那时候有出来讲说什么微风徐徐啊，什么去看房子，而且他说他看房子是房仲。他说是房仲陪他去的，然后说那如果说没有大老板的话，那今天约谈他约谈这个蔡建生，大家就会觉得说，陈佩琪你真的没有房仲陪你吗？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陈佩琪他之前啊不是公布了9年他们夫妻俩的这个总收入吗？就6300多万，6300多万，将近6400啊哈。对，那你去公布你9年的这个收入，当然6400万是非常高，没有错。可是距离看1.2亿的豪宅，当然还有人讲说他看更贵的1.2的，还有2.4什么？那你到底哪来的底气啊？去看这个房子啊？第一个就6400多万是你9年来的总和收入没错，可是你们夫妻俩不可能不吃不喝啊，你还有3个孩子对，那然后呢，再加上说你这个时间点你去看1.2亿，更不用讲你们夫妻要退休了耶。你退休之后，你退休金少那么多，对，然后你先生党主席，那我是说，到底哪来的底气去看1.2亿的豪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起人疑窦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包括检调去找那个这个原力啦，他可能是不是要厘清这一块的部分？这是一个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黄昌董事长江成金啊，为什么会认出他？你知道，因为他很怪，他就是蛮热，他戴一个毛帽。如果你没戴毛帽哈，没有穿的那个，就是大家可能还不会就说可是你这打扮太显眼了哈，所以大家才会去翻他的这个资历啦哈。但是我讲到黄昌建设很有趣的一点哦，你知道当年出来第一个骂黄昌建设是谁吗？对，是应小薇。是应小薇应小薇哈，他在2018年5月的时候哈，现在这个脸书还在。他当时就痛骂黄昌建设，他当时就去警告柯文哲说，他说这个黄昌建设恶名昭彰，是阿扁的大金主，靠一些这个不法的手段去维持政商关系。然后他说黄昌建设出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的字句很重哈。那你看，我觉得蛮讽刺的啦。那你现在去讲说黄昌建设，那结果用不法的手段去维持政商关系，结果没想到你应小薇也是，然后现在看起来柯文哲某种程度不知道是不是了哈。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很讽刺。那你就大家今天在想说，为什么应小薇当时要去骂黄昌建设，是不是？帮中共，然后去打黄昌。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哈，因为在当时第一果在市场在招标的时候当时这个黄昌建设他有非常有自信去放出消息说这个第一雨果市场的改建案，他们十拿九稳会去拿到这个案子。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具有第一个，他是甲级的营造厂，那第二个他有环南市场改建的经验，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个案子是十拿九稳。就后来最后那个雨果市场被谁拿走？被中共啊，就被中共拿走啊！那再回过头来，就是说，你说这个今天去讲到这个黄昌建设，当然又要被起底啦。就是说他在柯文哲2015到2017的3年任内，就给了黄昌建设3年144亿的这个工程，总金额加起来，包括华南市场改建、世大运的选手村，然后万大线跟忠孝桥引道拆除。而且不要忘记当时忠孝桥引道拆除是谁引荐黄昌建设的？是彭正生。彭正生是公务局长，他就是用这
个工程啊，就是把黄昌建设介绍给柯文哲说这个好棒棒。不过后来也是有出一点问题啦，对，好，那所以整件事情过来，当然我们没有说哈，就说你给他政治现金，而且这2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给政治现金，这还是一回事啦。但是你也不能说给了政治现金就说哦，你们就一定有对价，如果人家是按照正常程序去招标的啦，哈，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只是说。第一个，这2个大老板到底有没有去给政治现金？是不是也是在 US 的名单上？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2个时间点被约谈，会不会再等出另外的案外案？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杨明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说实话，我一直在等的是，我一直提醒检方，你还有大概7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因为那份起诉书或不起诉，看起来是一定会起诉了，那个起诉书一定非常重要。你要用什么罪名？现在如果你以譬如说金华城被扣土地的那个裁定书说来看，我现在大概可以讲，检方起诉应该会用图利，包括受贿，这2个都用。但是你的里面所列出来的，包括你的证据清单，所有这些东西，你查证的过程能不能说服得了所有的悠悠大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起诉书会不会是，尤其对柯文哲、对民众党，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啦，这个未来起诉书的出现，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是假设他会起诉，当然，那因为这是你连民众党都说一定起诉，是啊，那如果他起诉出这个内容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真凭实据，是那个是拿出来，因为现在民众党很多人帮柯文哲是说。目前没有真凭实据，但因为现在叫侦查不公开的阶段，所以有很多的资讯检方也不会证实，那他们也不会出来说啊，我已经查到什么，不会敲锣打鼓啦。但是如果到时候这个起诉书一翻2瞪眼，出来告诉你说，他是某年某月某日，比如说我们最近看的最认真的一份起诉书是这个郑文灿他被起诉的这个内容，因为里面还提到过去没有提到，包括什么600万的政治现金，包括什么哇，那个写的好像一副这个你知道像一个故事一样，那个何年何月何日有谁在现场，如果今天这样的内容在柯文哲起诉里面有所谓，比如说包括1500万是怎么交付怎么样，或者说柯文哲为什么要记载在他这个什么 USB 什么档案里面，如果今天有这样的脉络，那我想对民众党的这些现在挺柯到底的这些党公司来讲，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那个叫做灵魂的考验，就是你到底要挺柯挺到什么程度？当然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叫做假设这里头都能够列出这些，这是假设。如果没有，那当然就是民众党的党公司就会起来了。当然。你看你们只有图利，我们早跟你讲过了，你查不到吧？可是如果有这个所谓违背职务收贿，而这个里面还包含了相关的一些事证或人证，比方说像今天这个动作，我觉得就如同扣押顶越的模式很像，扣押顶越当然就是对沈庆金施压，对，那扣押穆可当然就是对李文忠这个家族，包括李文娟他们来施压，那会不会有人在里面就扮演了？在这个侦查的过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所谓的污点证人或怎么样，这很难说。但我相信检方这个叫办案技巧嘛，检方要办，我一定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证据。当然了，他的目标就是要拿到你说什么押人取供啊，当然目标不是押人，目标是取供。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起诉书一旦出现。现在讲的那个所谓的民众党什么内部什么要什么派啦，什么斗啦，你说为了11月29以后，或者12月7号吗？那个党代表选举啦，所有这些事，那个起诉书出来之后，我觉得才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为什么？因为要保柯还是弃柯，那个时间点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案子目前至少我觉得民众党里面主流的意见还是柯文哲是无辜的，那所以当今天有更多的事证摊在这个所谓阳光下，告诉你他其实有怎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影响他们现在的路线。OK， 所以王，可是你起诉书算一下，我们刚刚讲那几个时间点，11月29是柯文哲当主席请假的时间，3个月期满，然后12月7号是他们的选举党代表投票。如果我不觉得检方会赶在这几个日期以前要不要做起诉的动作，所以时间点会落在那个后面。那现在整个就很复杂啦，因为大家会要先选、先做这些，后来才看你的起诉书里面长什么样子啊。对，那其实就是就我听到了，我先从几个层次，从刚刚前面讲的穆可今天被扣押那扣的这一笔钱呢讲说可能是
柯文哲收了政治现金来，然后就用木可中饱私囊的这样的概念。好，那在这之前，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基隆谢国良家族的200万，其实黄崇仁董事长他也说，他们公司的钱就是做给木可，他说他的捐款是做成一笔交易给木可，所以当时大家就已经有说，木可可能收了一些了，但没想到哇，3883还有后面尾数。真精确啊，就是已经问到某种程度了。以这种程度，要注意的是，如果还在扣点阅，那也就算了。民众党现在内部一干人等，其实都曾经在木可上面、下面、左右、旁边挂了明领的薪水，这样子有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很难判断。这个打击面是不是柯文哲打，我们切割就算了。我会不会自己也一起下去？因为我有领木可的钱啊，就跟柯文哲有木可汇了400多万回他的账户嘛，就是同样的道理，大家都从木可搬了一些钱回来，那这个钱是干净还是脏的？有些人当然可能我无辜啊，当初这就是讲说我的薪水，我虽然是选举嘛，但是木可付我嘛，他可以强调自己无辜，但反而就成为你要是证人环节或者什么样。所以现在民众党内部会有多大的人，你想切也切不掉，你就算认定柯文哲挂了，那你接下来问题是我会不会挂？这都会影响到12月7号党代表选举，因为他们选100多个，要选100多个中央，很多像个人样的都会被派下去选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在这前后出事，比如说你12月7号选上了，等到起诉书出来，这个人在里面啊，这该怎么办？该怎么诠释？如果在这之前出来，我还可以临时抽换；你在当天出来，哇，那真的完蛋。在那天之后，所以这也包括了，就是甚至像我们这个前面也刚才有讲到，就是柯文哲请假的议题。我现在听到的说法是说，党内的有一个主流蛮大的一股力量，希望把这个问题混过去。什么叫把这个问题混过去呢？就是请假期满嘛，你会说请假期满，主席这个章到底应该怎么做？但是呢，要讨论这件事，要人在中央委员会提案，或者是扩大中央紧急应变小组里面提案，但我们可以不要提这个案，就像现在他们对于柯文哲的一些包括木可的案子，他们也都不提案，直接好像是新闻部出一个稿子给黄国昌看过就发了，就像这当作没有这回事，就是时间11月29。这个日期没有关系。11月29这个日期过了就过了。他们就说，我们开会就不提案嘛。就是继续用旧的方法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先拖过一阵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一，党内的蛮多人有这个想法，就先混过去，等到新民意出来，12月7号会有新的党代表选新的中央委员，由新的中央委员来去定夺。包括由中评委去判断柯文哲是不是无法执行他的主席勤务，然后这个时候才会启动代理主席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讲，请假这个根本不是问题。OK， 他们打算技术性拖延，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你要拖延，一定会有人不给你拖啦。党内要斗争你这个人第一个人讲说，那我们不讨论这个事情，或开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案子我们不处理，哇！马上就传出去，后续斗争都开始了，因为要选举嘛。你11月29号不处理，12月7号选举马上就来了。你每个礼拜都在开会，你一定会有消息放出来，势必会影响到包括后续党代表投票。所以在看民众党的现在的很多布局的时候，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它内部其实的那种派系倾压，其实角力的痕迹是越来越明显。OK， 那其实国内当然说，除了金华城整个案子，那柯文哲主席他们在未来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发展？但是有其他一些，譬如说，好，从这个礼拜你看到从财划法一路下来，那财划法到底未来怎么办？在这个冷冻协商期，那又会是怎么样？或是国民党翁小玲委员最近有几个案子，第一个包括像无事外条款那个要不要拿掉？那后来是不成案 ，OK？那因为只有5位联署，好像还都撤了，对，对。然后昨天岳院之来节目也讲说，他是因为邱永刚委员在他旁边，然后就顺便问他要不要连，他就连了 ，OK？那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宪法诉讼法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像这些事情，我看到像是林俊委员是讲说，翁小玲你是要去毁灭国民党的，为什么你们要讲他是毁灭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另外一个就是宪法诉讼法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像这些事情，
我看到像是林俊委员是讲说，哎，翁小玲你是要去毁灭国民党的，为什么你们要讲他是毁灭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就说一下啊，就是说，大家不觉得叶元之的说法，虽然我也同意，因为我们自己在市议会有时候有议员同事可能拿一个联署就帮忙，你会觉得说没有，就算可能觉得有问题，你可能不好意思不签了，因为觉得会撕破脸嘛，对不对？但是因为在立法院你审视这么重要的议题，理论上也还是要去细读一下到底内容是什么，你再去签提案嘛，哈。所以当然了，这个翁小玲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也惹毛了很多这个党内的同事。为什么呢？我没有办法替国民党说话，但是我说普遍大众会看到这个举动，会想象说为什么国民党在此时此刻要选择继续放宽这些将领到这个中国，而且唱国歌的时候要起立等等，因为这个确实是有损这个国家我们的尊严的一个行为嘛，对不对？那你国民党为什么要设法帮他们想办法解决或者给他们一些套路等等？没有必要嘛但我讲一下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外交状况确实是要非常这个谨慎来关注嘛。那川普也刚刚才当选，那当选之后，现在陆续有人事安排出来，我觉得理论上是我们对外团结的一刻。我们对外其实要传达是同样的讯息，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跟民主阵线站在一起，我们希望共同强化我们的自我防卫，强化台美关系。这是一个我觉得蓝白绿大家都可以共同支持的讯息嘛，没有分你我嘛。那我老实说，我最近其实很不满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正好有川普阵营的人，过去其实正好是川普执政的时候在美国服务那当然有川普后来这个卸任的官员跟我也还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包括来台湾也好等等，我去美国也好，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真的匪夷所思。什么故事？他讲了说，你知道最近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处到处在跟共和党的人去讲这个你们民进党的坏话。我说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国家外交大家共同对外嘛，对不对？没有分这个你我啊。他说没有，不是这样他说这个是很具体的都有。他说跟很多人讲说，这个你看民进党是一个具有进步价值的政党，基本上采取很多的立场是跟民主党相近的，是跟贺锦丽相近的。你们共和党团队才刚刚跟贺锦丽打完选战，结果你们却选择跟民进党好，不会觉得很讽刺吗？你听了会跌破眼镜啊，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总会把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议题拿去消费我们的国家外交，甚至于去打击这个未来美国执政党对于台湾执政党的一个信任呢？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国内有政治分歧那就算了嘛，我们自己国内处理嘛。民进党对于不同社会议题的一个主张，你国民党也有不同的主张，我们有不同的主张，大家国内讨论就好了。你拿出去跟共和党的人讲说，你不要去支持民进党干嘛呢？结果后来也有民主党的人也跑来跟我说，这个国民党也有朋友去讲说，你看这个民进党就是这个一昧导向这个川普阵营，你看超级爱川普了你们也不要跟民进党好。那我跟你说，大家会说，这到底这故事可不可以验证？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验证方式嘛。过去一阵子有这个国会扩权法的时候，当时不是很多人集结在立法院周边去抗议嘛？然后当时第一时间不是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就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什么破坏法治啊等等等等。就后来去厘清清楚，发现这一位这个美国的众议院议员也是经由国民党部分人士的一些煽动，特地要求他去发这方面的声明出来。那你说这不是就把我们国内的政治移去美国做政治的炒作吗？你说这个是值得该做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嘛。其实我老说，我今年跑美国跑了好多趟，我也接受了华府很多的智库邀请去演讲，我几乎从来不会讲国民党坏话。甚至于我在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些政治的斗争嘛，所以我第一时间也出来讲说，国防没有分蓝绿啊，对不对？大家邀请国民党的代表去，其实也是很开心看到他与会，大家讨论的也很好啊。这个我觉得才是该有的立场。所以我讲这个我也没有举名道姓，我讲这个不是说要批评或者针对个人，我只是希望说，此时此刻我们外交如此的这个严峻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此要谨慎处理的状况下，真的不要再分你我了。大家民进党、国民党甚至于民众党应该都以国家为中心，共同来推动我们台美合作，这才是正确之道。明贤要不要回应一下刚才讲国民党代表，然后一翔讲说有没有在外面讲现在执政政府一些坏话，然后破坏团结，还有翁小玲委员的几个这些提案，对国民党会不会造成政治破坏？要不然的话，那个提案不会连自己的人都不联署啊。
不过刚刚你想讲的说，他也是听说嘛，也是转述嘛，那也是经过2手、3手。如果是没有2手、3手，就是当事人，就是川普团队当事人告诉我的。对，所以当事人讲的到底他听的是他又听的是国民党哪一位，又会不会说有时候东凑西凑？我觉得过去民党确实，包括在第一任川普之前在担任总统的时候，确实民党是跟川普很好，包括很多民党立委说我川威武啊。那这是因为选举的情况确实比较微妙，川普跟那个拜登跟那个Harris 后来他的民调是55%啊，所以对于说到底要不要押宝，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微妙的关系，所以没有说不应该押宝，没有押宝啊，就是我觉得各政党大家都会认同啊，就是国家的利益没有办法去押宝。所以接下来包括川普的，包括他现在也公布了相关的国安团队到底对台湾是怎样，台美互动是怎么样，也不是说影响我们讲的说好像。国民党就是去美国那边讲民党的坏话，在那边扯后腿，让我觉得这讲的有点过头了啦。当然，台美关系要如何稳定住，台美关系是一块，两岸关系是一块，对国民党来讲，永远都认为说啊，这2块都要兼顾。那民党永远都是只有台美关系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啦。那至于说，翁小玲委员提到修法那个，至少没有成案嘛。而且他那个我刚刚讲说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50块条款的那块没有成案，是。另外大家现在在讨论是包括像宪法诉讼法啦，类似像这些，我觉得这2个就未来宪法法庭开不开得成，都是大家所讨论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这可以讨论哦。第一个，他说50块条款那个，当然党内没有很多人，即使有联署都撤案的，因为那一部分确实争议比较大啦。你说听国旗国歌是听老公的国旗国歌是礼貌行为，我想这在台湾很多人无法认同嘛。你要把它界定礼貌行为。我觉得他可能一开始提案是要帮那个张幼霞，就是说去香港参加活动那一个退将解套啦。可是呢，退将他自己那个张幼霞也说，他去没有像县长像国安部讲的说，他就体力那边立正挺好听国歌，他说没有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套方式，张幼霞也说他要提出那个救济嘛。当然。好，所以他也提出录音跟录影说没有啊就没有。如果是因为他是被减了退休俸，那涉及到个人权利而已。可是对于说，如果这修法通过，就变成说我要起立听老共的国旗国歌是礼貌行为，这个不是个人利益而已啦，就变成两岸关系，那变成说到底我要承认他，还是我要尊重他，会有相关的政治争议，我觉得这个要该避免啦。那至于说宪法诉讼法这个在蓝军那一部，我觉得是相对了很多人有共识，很多人是有支持的因为他们对于包括第一个大法官在过去的释宪的部分，包括你看。比如说，一般民众要联署要修宪的话，要经过公投还要甚至要立法院很多，它程序是非常复杂，门槛是相当高，到3/4。那很多大法官在过去的释宪的部分，好，我不要讲国会改革法案，民党一定讲说这是国会扩权嘛，包括你看，包括监察院推动了，包括对于说退休年金的释宪。大法官拒绝啊，还有包括立法院针对前瞻条例释宪，大法官也拒绝啊。包括很多大法官的做法，会对在野党来讲，会认为说你就偏袒执政党嘛。我过去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我的宪法老师也认为说，大法官始终是要站在野党这一块嘛，因为你执政党已经掌握了行政部门，掌握了相关的权力的时候，大法官如果也是帮执政党的话，那就天成就是倒到执政党这一块了。所以对于说是不是说未来的宪法诉讼要多了过半甚至2/3甚至3/4，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啦。所以在蓝军内部支持这个的反而比较多。我补充一下啦，这个你们先把大法官的人事先同意吧。如果你说你要修所谓的宪法诉讼法，要达到一定的人数，你就先要同意大法官的人数，否则你就等于是变相的冻结了。变相的冻结大法官会议的正常运作嘛？你人事又不给他通过，然后你又修所谓的宪法诉讼法，那不是就是等于废除大法官、废除司法院了吗？这个非常严重，但是用立法权去侵犯了整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运作嘛？这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律师界都跳出来反对嘛？这你们不要蹦腰去压弯，然后还情绪勒索黄珊珊。黄珊珊，我要讲翁小玲没有当过律师，黄珊珊毕竟是当过律师的。现在有20位律师，有6万人联署支持律师这一次的提案呢，说你们不应该所谓的修改所谓的宪法诉讼法。另外，他们礼拜六有160几个律师要出去游行，律师出去游行很少见嘛。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黄珊珊会有压力？黄珊珊不只是柯文哲，他本身也是律师，他有一堆的律师朋友跟他讲说，你们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嘛。所以我要讲
哦，国民党你们这一次真的如果去修改所谓的宪法诉讼法，听所谓的翁小玲的话，你们会得罪一片的律师界的人。黄珊珊不只是柯文哲，他本身也是律师，他有一堆的律师朋友跟他讲说，你们千万不可以这么做嘛。所以我要讲哦，国民党你们这一次真的如果去修改所谓的宪法诉讼法，听所谓的翁小玲的话，你们会得罪一片的律师界的人。你想简单的补什么？我只补一下，就是说按照这个逻辑了，那是不是过去大法官判的所有的判决，包括释宪800多个释宪，是不是应该全部都重新审视？因为大家如果认为说唯一公正的方式是要2/3或3/4的话，那对不起，我光宪法释宪有813笔，那你未来是不是全部813笔全部抓出来，一个一去比，说到底是几个人同意几个人反？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国民党过去也执政过，我们宪法法庭已经存在多久了？对，大法官存在多久？多少个释宪，多少个判决出来？那你突然之间说，不行，要2/3，要4/3，那你就代表说过去全部都有问题了。国民党背起这责任嘛 ？OK，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川普对全球的影响性，你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大。我知道那时候每个国家的应变小组，我也不知道现在应变到什么一个状况。可是他已经进了白宫 ，OK， 也拜会了拜登。那 Rubio 是不是？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应该就是国务卿。大家所有观察这些时候，你想，大家会讲，他现在一字排开的，包括他的国防部长，包括他的安全顾问，包括 Rubio， 你说国务卿这些，真的都是所谓的抗中的强硬派吗？完全是啊。就完全100%是啊。对，那未来呢？就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讲这个参议员 Rubio 啊 ，Rubio 其实比 Pompeo 第一个更加的抗中，但第二个抗中的历史也更加的悠久啊。所以 Rubio， 例如说，我先讲他挺台的部分好了。2016年那时候，蔡英文总统第一次出访啊，叫鹰翔专案啊，当时还跑去这个 Miami 过境。结果 Rubio 就是佛州的参议员嘛，特别在 Miami 去找蔡英文总统跟他会晤双边会晤讨论的非常好那之后呢，你说那来台湾也好，在美国互动也好，赖清德已经当选副总统的副总统当选，其实当时因为宗教自由会议就访美的时候也是 Rubio 在参议院接见，所以你知道吗？他是非常希望可以透过个人的这样见面的机会。持续的去宣扬这个台美关系的一些进程所以他对于台湾是非常友善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他因为过去是反共背景他是古巴裔的拉丁美洲这个裔的这个美国人，所以因此呢，因为古巴过去的背景就是说，你基本上他们都是逃共共产这个革命之后，全部人就逃出来跑去佛州，所以佛州特别多这个古巴裔的那所以他过去因为有这个古巴裔的背景，所以特别反共，那反共到什么呢？他被中国2度列到黑名单、制裁名单上。所以我说，中国这一点自己会很讽刺嘛，很矛盾嘛。我要让你国务卿来吗？但是我曾经制裁过你啊。那你来的话，我必须放弃对你的制裁，但就显示了什么？我制裁根本是假的所以这中国现在真的是两难哈。但我讲一下，现在 Rubio 了，当然他这个被提名了确认被提名了，因为一开始被提名的时候，川普没证实。那只是美国媒体来传，但川普后来也证实，非常支持他提名他提名几件事情，第一个来，他说他要执行这个川普的外交政策，美国利益至上这当然要讲的嘛，这个是总统的政策，你国务卿要去这个效忠嘛，要去执行嘛。但第二个事情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来这张图给大家看现任与前任美国官员分析，对中而言，比 Pompeo 回归还要更惨。那这就是我刚说的嘛。Rubio 他对于中国，他几乎是只要是对中国强势的法案，他都曾经签过。对于台湾友好的法案，不是他写的，也就是他签的。所以这个部分我确实会认为，对中国人他大概会睡不着觉去思考这件事情。但是讲另外这2位，包括这个 Michael Waltz 现在是已经提名成这不用提名，因为他不用通过，他就是要即将任命成这个国安顾问。他现在是美国众议员唯一美国众议院435席里面只有2席有军事背景，他是其中一位。2018年曾经访问过台湾，跟着这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一起过来。当时讨论的包括印台安全，包括台美合作，包括我们在军事议题上大家的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非常扎实。那我跟大家说，在美国的系统是这样，
国务卿其实是自己的一个权力单位，你跟总统其实没那么亲近啊，你自己就要管1万多个人啊，你自己要管这个庞大的体制，那你跟总统确实你要很近，但是你没有办法每天互动嘛，对不对？国安顾问就是每天跟着总统，他的办公室就是离总统大概总统白宫这个办公室大概20-30公尺而已哦，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国安顾问跟总统在一起，重大决定一定国安顾问在旁边。所以 Michael Waltz 对台湾非常熟识，非常挺台湾。你说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川普的一些决策跟想法？当然会啊。OK， 对。那最后当然提到这个国防部部长，我认为这个国防部部长国会听证会的任命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哈，复杂，因为他的背景很特别，他是主持人，是这个五哥搞不好未来可以接到电话，国防部长，可能是司法部长哈，先从，不要再问我有没有接到电话，对，你不会讲话，不要跟我讲话。这个法务部部长、司法院院长都有可能，谁是 stand by。但因为他在军系的这个议题上好像比较浅一点，因为他是国民兵的嘛，国民兵的少校过去当然这个所谓退役军人协会的一些组织，所以很多美国连川普支持者其实蛮反对这一点，认为他不够格啊。但是我觉得川普的想法很简单，他曾经做过这个实境秀主持人嘛，对不对？先用啊，用的不好 ，you're fired 啊，拜拜，对不对 ？Tillerson 那时候石油大亨第一任他的这个国务卿就进来一塌糊涂，说要改造这个组织，川普几个月之后就说你拜拜走人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先找一个对他忠诚的人，可以贯彻他的理念的人哦，而且在媒体上可以有效的去阐述他的一些想法，先找进来。找进来之后呢，看你做的好或不好，做的好继续做，做的不好的话，那对不起，请你先离开。OK， 但杨明，其实川普当选不见得对所有的美国人，因为最起码第一个不是讲哈佛，然后学生放假，因为让他们大家心理疗伤一下，这些所有的美国像媒体上报道，纽约啦，像华盛顿那些圣会有反川普的一些游行，还有很多人要移民。对，就他才刚当选，他还没就任，就很多人要移民好。然后学生放假，因为让他们大家心理疗伤一下，这些所有的美国像媒体上报道，纽约啦，像华盛顿那些圣会有反川普的一些游行，还有很多人要移民。对，就他才刚当选，他还没就任，就很多人要移民好。现在这个川普他当选之后有一些这个叫创伤症候群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新兴的这个搜寻热门关键字，其中一个就叫做移民加拿大这是路透社报道的，在这个川普当选的结果后24小时内，美国他们网站的这个搜寻关键字的这个移民加拿大这个关键字增加了1270%。哇塞，这就是12.7倍，哇！也本来只有1个人搜寻，变成13个人搜寻，这个是蛮大的一个增幅哦。那当然，除了这个所谓的网络搜寻之外还有一份民調是针对就是说选后的一些情势，他们去做一些这个调查。然后这份民調里面说贺锦丽的支持者，他们有54%想要搬家，想要搬去哪里？搬去民主党所在地那些州，那些这个蓝色的州，就他觉得他们在共和党的州很危险的，很恐怖而且呢是年轻人为主，就是也许就是所谓进步价值或者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同才能够这个取暖。当然，这种所谓的抗争也不断了不过现在有一个这个国际知名的人最踹了一弹那个叫英国的这个以前叫哈利王子。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踹一弹？因为他从2020年1月，他脱离了英国王室，他跟他的这个太太梅根还有一对子女在美国加州定居嘛，本来都过得好好的，还拍那个纪录片，有没有 Netflix 还有他们的这个纪录片可是呢，川普他在今年2月，他喊过一句话，你知道川普当选后，他下了很多这个承诺其中一个就是我要把哈利跟梅根驱逐出境。可梅根是美国人啊，他为什么就要针对他们呢？他们2个人主要是哈利啦，反川普，反得非常。
主要是因为这个哈利王子哦，他当初他在移民的文件里面，因为他在他的自传，他2023年出了一本回忆录，那里面讲说他曾经有什么一些吸食不好的东西，OK 但是呢，那时候传统基金会这个美国一个这个智库嘛，他就去质疑哈利，他说当初你移民来在美国的时候，移民文件。你有没有承认过你有这个前科？这些问题。OK。所以呢，可是拜登政府是拒绝提供这个哈利王子他当初的这些移民文件，而川普说他背叛了英国女王，所以他是不可原谅的。我绝对不会保护他。我一当选，我就要把他驱逐出境。那现在传出他跟他太太已经在葡萄牙花了470万美金，合台币1.6亿左右，买了一户这个应该说也是可以算豪宅的啦。所以也就是认为说准备了一个退路。有些人想要移民加拿大，那像这个哈利王子可能就往欧盟这个移动。OK， 伟阳，可不可以给我2分钟告诉我2件事？第一个。川普说他上任以后24小时要解决掉俄乌战争。对。第二个，现在还在打的地方是中东。对。中东跟俄乌战争，川普真的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这2场战争解决掉吗？好，我们先来看以色列的部分以色列的部分呢，拜登反而帮川普出考题。以色列就是本来已经慢慢要偃旗息鼓了，结果呢，美国居然去攻击在叙利亚的伊朗的基地人家说这是不是挖个坑给川普跳？是美国去攻击就打了在叙利亚的伊朗基地啦，因为那边一样也是有什叶派的特定的组织嘛好，所以川普会怎么样去解决？一般来说，川普就他过去风格，他应该会给以色列很大让利，你就开扁。所以以色列反而是说，我们要去推动这个以黎停战，说我们先跟真主党这边先停了，哈马斯这边再来谈。就是我反而有诚意，我愿意跟这个就突然川普上来，我当个乖小孩，因为可能是以色列知道川普会给他糖吃了所以态度上先好一点，但是。拜登政府好像就是这个，特别是最近布林肯他的态度就是说，没关系，我们还是所有的都会继续走，不只是中东原来的方式模式继续走到最后一刻。另外的还有就是俄乌现场，他也跑去北约那边讲说，对北约的所有的承诺，原则上要继续铺。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川普和泽连斯基已经通过话了，大家不要以为他被遗弃了，他有通过话，还旁边还有马斯克好，在这个通话过程中，川普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是根据先前川普的儿子还有他的幕僚所丢出来的各式方案，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意图在这个乌克兰建立某种非军事区或自治区或共治，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各种想象。当然也有人说，搞不好他就是最后面会允许北约进去那目前判断，川普应该会去提出一个川普版的和平方案，乌俄和平方案。然而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台湾人也可以来去观察，就是如果他要在1天之内解决了，大概就是我丢一个方案了你不买单，你们给我看着。对，你不买单，我就不给军援。对，那就我们目前听到的消息是，在这一段他上任之前的时期，他会分别对乌还有对俄释出，你们就分头来找我谈。最后面的 big boss 还是我。所以不止乌克兰你拿不到钱，你要付我东西。俄罗斯你也拿不到钱，你也要付我东西，反正你们都要配合我老大不要再让我浪费钱。那川普的这种想法会不会成功那当然还是要看实际上最后他提出来的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会不会有偏向其中的一方。OK， 未来这个世界到底会长怎么样？川普上任以后，可能是照着他方式去捏嘛？他捏得出全球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的方案吗？你最关心的一定是两岸之间，在未来川普上任以后，到底会是怎么样？好，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中华城这个案子，那一直往下，那到现在检方这么密集的一些，包括提讯啦，包括扣押啦，所有这些动作，那到底什么时候？那会告诉大家所有的一些的蓝图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